男嘉宾小吴，22岁，来自江苏，是一名销售，有请小吴。女嘉宾小马，24岁，同样来自江苏，是一名美术老师。来，有请小马，有请。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好，欢迎两位哈。谈恋爱几年了？2年多了。2年多哈。对。怎么认识的呀？就是我们大学都是同一个学校的，然后在社团那个活动上认识的。哦，大学同学是吧？对。那不挺好的吗？怎么了？什么问题啊？我想跟他分手。哇，这么严重啊？为什么呢？首先，他这人性格比较磨蹭一点嘛。比如说啊。那天下雨，我晒了被子在外面嘛，我说你去收一下啊。他说等一会儿，他手里还摸着手机。过了一会儿，我就说你再收一下，怎么还没收呢？雨下那么大。他说等一会儿，我就生气了，就收进来扔他脸上了。是这样的，就是当时白天我们都出去上班，然后白天就下雨了，然后晚上回来的时候刚好想起来要收被子，然后当时我正在跟客户沟通，因为我是学铁路专业，本来是打算毕业以后就去铁路局工作，但是呢我自己家里开了一个服装的那个做服装的一个厂，然后我就在自己家里帮忙了，是这样的，然后当时和一个重要的客户在聊天嘛，我说等一会儿，我就等我一会儿去收，反正都已经湿了。然后他就突然就把那个扔我脸上了。别提你玩手机的事儿。有一天他一洗澡，那手机放那个冰箱上面了，冰箱上面不是散热嘛，热乎乎的。但是我平常也没翻过他手机，那天看见了。首先是发现他跟他兄弟聊天呢，就说他撩妹技术好，发了好多跟人家女生聊天的记录给人家看呢。啊，就是和朋友之间聊天的话，总会有一些就吹牛的成分在吗？那你不是还发了记录吗？记录也是吹出来的吗？就后来那记录吧，我就翻顺着那名字我就找去了，他发给人家好多表情，就各种表情包，然后约着说我出去，比如就是他说去扬州出差的时候，想约着人家出去玩。那是客户，就是你客户呢，就是约着说提前一天，我提前过去，然后我们出去玩玩吧。你去提前跟别人见个面，打声招呼也无可厚非吧？还有他特别爱臭美，可臭美了，就天天照镜子，那没有镜子不行的，就走到厕所外边都得照一下，然后面膜敷的比我可勤了，一个女生都没他那个。然后所以你是觉得受不了是吧？我是觉得受不了，而且他那件事儿之后，我觉得不够老实了，以前觉得他可老实了，对我也蛮好的。后来那次抓包，我觉得有一就有二嘛，然后也是他家里的事儿。他家里有什么事儿啊？他不是家庭条件好一点嘛，然后我家庭条件不是太好，但是我想两个人他也觉得差不多了，就定下来呗。就第一次去他家，我家庭条件不是很刚毕业嘛，然后我想买点菜过去，做顿饭给他爸妈吃。我还专门问他爸妈爱吃什么，挑了好久拎过去之后，到他家楼下，他家里也没人，我在外面敲门敲半天了。我过了好久，他才给我打电话说他们约在外面饭店吃饭。我觉得特别尴尬，当时可难过了，心情就觉得。我当时有给你打电话，然后就你电话一直打不通嘛。当时第一次到家里来，我就跟父母讲了，父母也挺重视的，然后就说别在家里吃了，第一次就出去吃呗。他也不跟我讲，就直接就出去了，就这样。行，出去之后我也就拎了个菜，我还能有什么东西？然后什么礼物都没有。我问他这样行吗？他说没事，我回头跟我妈讲一声。行，我就去了，吃完饭回来，他妈你跟我讲什么？讲你把菜拎走吧。那个。叫他上去把我菜拎下来，说我们家就这么多人，也吃不了多少。然后我后来想想什么原因呢？也不会一下子转变那么大吧。想了一下，就是估计在餐桌上吃饭的时候，他那个妈妈问我家里条件怎么样嘛。我说我还有一个弟弟什么的，我刚毕业还没稳定啊什么的，还得供着点弟弟，帮着点家里。他妈那个脸就掉下来了，我想想后来也有可能是这原因。那是他父母的事儿，跟他也没关系，对不对？我也没见过他说我帮你说一说，我帮你
解释解释，他都觉得自己是最好的，他妈妈也是最好的，我都是次要的了。等于席间他也没帮你圆场是吧？我帮他讲了呀，就是当面讲的话，就是那么多人在，肯定不能当面讲。然后回去我跟我妈也讲了啊，然后回去有讲是吧？哦，回去有讲。后来我妈也同意，就是再跟他第二次就约旦时间第二次再见面嘛。毕竟第一次闹得有点不太愉快，然后有些意外也挺尴尬的。啊，这次见的怎么样？他后来突然有事儿嘛，他先走了，然后我想不挺尴尬，又留我跟他妈两人一起。后来来了个小孩，他们家侄子在吧，我想小孩嘛活跃一下气氛。我不是背着个包嘛，上面有挂饰，我就说把包上挂饰给小朋友玩一玩嘛。然后玩着玩着，他母亲就突然跟那个小侄子说，以后你就给你女朋友多买点包啊什么的。然后我说阿姨怎么这么讲呢？为什么要给他女朋友多买点包什么的？他说那我儿子出去不都给你逛街买包、买项链、买首饰吗什么的啊？这样讲的，我不买过吗？没买过。买是买过，可是我也有钱，我也给他买东西，就是互相送礼物嘛。你会觉得他母亲那段话说的有点点你的意思是吧？对，他就可尴尬了，我当场这个事情我真不知道。这次见面之后怎么样啊？你妈对他评价怎么样？我们俩就吵了一架嘛。啊，就为这事儿吵。对。对啊。然后呢？关键是我很懵，他都不告诉我原因啊。你让我怎么讲？我刚才说你妈告诉我说你给我买东西什么的，我觉得挺尴尬的。我一个女生也不容易，对吧？还等于跟他母亲这次见完面之后，你们俩的感情就更岌岌可危了，是这意思吗？对，后来太可怕了，他家人不是安排他去相亲吗？哦，第二次见完之后就相亲去了是吧？他妈估计觉得我不太好吧？啊，相去了吗？他人都给我领家里来了，回来就碰着了。哦，在家里见的，被迫吧？啊，你跟他说了？说了啊，我觉得应该跟他讲吧。对呀，你看挺好啊，小伙子。没有，他就是哪知道上次那背着我的事儿，我哪知道他现在有没有那情况？他都愿意跟人家相亲了。我反正心里不是很舒服吧，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他也觉得他爸妈说的对，说的我家里条件不是很好怎么的，反正没有以前感觉没有以前喜欢我多一点了吧，有点闷闷的，我自己都快得抑郁症了，被他妈逼的。你现在有点害怕了，想跑了是吧？对。我问一下，如果他母亲非常顺利的接受了你，这撩妹的事儿你过得去吗？他当时说我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说实在也没真的就是去干什么，他嘴上说我想原谅他还能有一点转机，毕竟这么长时间了，不想就这样。说白了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你是原谅他了是吧？对。可是你没想到原谅他之后，他家里面一系列的反应让你那么难受是吧？对，他妈直接就给他安排相亲了之类的，就反正我挺不能接受的。所以今天来到底是真的想分手，还是想让老师给你们分析分析这段感情应该怎么处理啊？我还是想先分析一下，看看我还有没有走下去的可能。来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挺纠结的啊，沙老师啊。真的挺纠结的。我先跟女孩说，你知道你为什么在2次相见之后都会有这么大的心里的疙瘩？一方面可能是他的母亲确实是觉得你的家庭条件或者怎么样不如他心里的那个目标期待值，所以他会表现出来一些什么样的态度也好，但根本原因是因为你自己心里有一个心魔。你现在刚一上来，就是你刚一上场，包括你可能跟他刚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心里很清楚，你是家庭优越的孩子，我家庭条件不如你，所以你就自卑。你一直带着这样的心魔在跟他交往，包括去见他妈妈，你为什么那么抵触，那么害怕？就是你一直觉得，哎呀，人家会不会瞧不起我？首先你自己瞧不起自己，你就别想让别人瞧得起你。你自己不觉得我的家庭条件是我的负担，我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我的爸爸妈妈给了我好看的外表，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这是我最大的财富。我跟你谈恋爱
以后我是什么样的，跟我的家庭现在的经济条件没有直接关系。所以这个心魔是要你自己去消除，消除之后才有助于你们两个未来感情的发展。否则的话，这个坎儿很难过去。假如说啊，你们两个人真的结婚了，你一辈子在这个家都会抬不起头的，你就会觉得他妈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针对你家庭条件，你会做事越来越谨小慎微。所以要自己给自己加把劲儿，就有底气。好，谢谢。好，谢谢沙老师。是，来曲总。马上我想问几个问题哈。当你那次回家，突然发现你的母亲给你找了相亲对象来到了你家里，你是什么反应？你怎么处理的？我妈很了解我，她没选择在外面吃，就在我回来的时候，菜已经就准备的都差不多了，一起用了餐。对，然后我吃的很快，我就吃完，我说妈，我有事儿，我先走了。那他为什么要让这个女孩请到家里，反而在外面去要和她用餐？这完全是里外的一个区别，你知道吧？这个我没想过，我没考虑过。你是时候应该想了。因为当你在母亲的怀里，当然所有的孩子在母亲眼里都是孩子嘛，永远长不大。但怎么证明你自己长大了，就是要有自己的主见。至少这件事情上来说，你母亲做的是没有足够的尊重你，对不对？没有跟你沟通嘛，也知道你深深的喜欢这个女孩，但是偏要这么做，所以你没有做出一个事实的一个最终的解决的结果出来，不欢而散。你并没有说服她，对不对？反而增加了母亲对她的成见，是这样吧？所以孩子，我这么和你说，第一，要让自己长大成人，除了要让自己的爱人去认可到说你是一个有能力、有主见并且有能力去保护他的人以外，最重要的是让你的母亲认为你已经长大了，你已经有自己的主见，并且你为了自己的主见，你愿意付出努力，你付出努力而不是让他。你让他的话是增加了他和你母亲之间的矛盾，现阶段不应该让他们再有任何的直接的接触了，好吗？好，谢谢谢谢老师。来，涂老师。你从和他交往之初，你就知道你和他之间有距离，而他母亲的话只是再次强调了你们之间的距离。刚刚有老师说你自卑，你的自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第一次去了之后，第二次又去，这已经足以见得你的勇敢和你想拾起自己的自信，你是在努力的做的。你有没有发现，你从上场起到现在，你脸上只写着2个字：尴尬。你脸上一直是皮笑肉不笑的。就是我尝试着在想，如果是我的女朋友，到了家楼底下，饭吃得很不高兴，母亲还要用这样的话去奚落她，让我到楼上去把她提来的一篮子菜再给她拿下来，让人家原封不动的拿回去。我看着我女朋友脸上的那种失落委屈，我是受不了的，我一定受不了。但是你没什么反应。我这样说也不是说要证明你有多坏，而是你一直以来被家庭保护得太好，你感受不到他内心的不舒服，你感受不到他内心的为难，你感受不到他内心在你母亲的那种话语之下的那种暗淡无光，甚至内心的难受，你感受不到。那既然你感受不到，那么将来即便他到你家庭去，你也无法在这个过程当中衡量好2个女人之间的关系，你做不到。所以我不看好你们，因为这个男生撑不起来，你还得靠自己，好吧？就这样。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文化，他的母亲通过2件事把他成长的环境和这个家庭已经描摹给你了，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哎，比你进到他家里再看到他的家庭是这么个家庭好，对吧？所以你现在挺主动的呀，你要看就这么一个家庭你要不要进嘛？就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家庭的父亲永远没出现嘛。你爸呢？其实他家他妈比较做主，他爸就一直跟后面没。所以嘛，你就回归到最正常的一个现实来说，他爱不爱你，你清楚。
你爱不爱他你也清楚，你们俩现在适不适合结婚，有没有到结婚那一步，你们比我们都了解，因为你们在局中，对吧？做好自己，只相信自己内心的声音。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小子不忠诚于你，你走；他不靠谱，不能依靠，你走。其他的那个都可以改变。至于这个家庭你要不要进，你自己想。进到这个家庭，可预见的未来你斗不过你那个婆婆，因为那个婆婆管了2个男人，管了一辈子了，再管一个女人也不嫌多。你能不能反抗得过人家，那是你自己要做的事情。因为你老公不是那样一个能扛起来的人，所以要什么样的生活你自己挑。你选择了他，就意味着你要付出承担很多，因为他没有长大，未来会不会长大也不知道，长大之后是不是还听你的话，还做你的乖乖老公，还是变成了别人的老公，那又不一定了。这就是婚姻的风险。参考一下，参考一下。我们就是还是那句话，提供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声音，做决定是你们自己。其实咱们在一起这么久，我们出去约会我也没用过家里的钱，每分钱都是自己赚的。我有没有能力，我相信应该都能看得到。有些事情就让我来承担好不好？你相信我，给我一次机会吧。但你那个就是跟女生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讲。那个真的没什么，就你看到的也就只有那个聊天记录，而且聊天记录里面也没什么内容特别那个。可是你的太会跟人家女生说什么了。来，请亮灯啊！行，谢谢2位，回去吧，听从内心的声音吧。啊，一段这个2年的恋情啊，大学的恋人，因为男生的一些问题和男生家庭的一些问题，给这段情感蒙上了一层阴影。男生可能没太听明白，我们说的这个男生窝囊是说在妈妈的面前，因为有些人可能在母亲的面前永远是长不大的一个孩子，不管他在外面多么的强，只要面对母亲的时候，他可能就变成了一个软弱无能无法思考的儿子。这样的事儿也很多，也有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类人就是他就是面对母亲的时候，他能很好的处理好这种母子关系，我们说变成一个独立的人。这一对最终会怎么选择呢？来吧，看结果，请开门。说爱我，在我的耳边对我说，我已经站得太久，忘了这种。这是另外一条战线啊，那个正面交火不行了，换一条战线打是吧？你看，哎呀，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啊！见证他们的浪漫吧，各位请见证。在爱里等着你，被你疼惜有种暖意，在梦里全是你，不要再迟疑，把我放来亮灯吧啊！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不想指定日期。谢谢2位，请回啊！幸福距离来填满回忆。